倘若我违背了你们的理念，我等你来杀我。 范围刚好笼罩我军，非常诡异。传令玄武军支援朱雀军。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。龙爷爷刚才画的雷云图，竟然真的变成了天上的雷云，好厉害！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。 上将，前方转至，要赶紧撤离风口。已经太晚了，全军猛攻阵型！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！雷云未散，更添飓风，让我军死伤数万人。看来。 除了之前在战船上见识过的枪神、神通、光和天道，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。传令于渊将军，率白虎军、朱雀军绞杀雷云。白虎军听令，列白虎杀阵。是。朱雀军听令，列阳火阵。是。 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，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，阻挡我延康大军。城主，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，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？难道你在糊弄我？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，林将军放心。 传令下去，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。我与你同去。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，捉到了他凌迟处死。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 城主身上的气味，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屠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延康国师都要来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正式开始。
严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，一定会不遗余力。阿爷，你跟哑巴瘸子入城去，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遗迹。屠夫，动手！兔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下神通，等黑暗降临，严康大军入城，我便激发我的斗意，炸毁龙柱。还可以这样？龙柱是天龙星宫遗迹的一部分。将黑暗抵御在城外，一旦龙柱损毁，城楼倒塌，严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。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，可护百姓周全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。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。作画，可挡100万雄师。山河破碎，万民痛哭。王者被魔神吞噬，无论敌我。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，百魔图。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1美男子，也是资质第一的人，却只醉心书画，曾言自己2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，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，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，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。
天突国太子疯了，他是个偏激的人，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，要这双耳朵何用？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膜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。画出18幅地狱图，他画出了地狱。天突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，容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，化为地狱的一部分。那一役后，天突国和容狼国都亡了。天突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我曾去过天突国国都遗址，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，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，也怜惜这份才能，因此向陛下上书，要在太学院建立画圣阁。没想到在大虚，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画圣的人。唉，只可惜是我严康的敌人。看见了你们的决心，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，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。天策上将，百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，大军伤亡惨重。全军听令，结4项战阵。精妙的战阵，4项相连，万军元气尽汇其中。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，以他之能，再集万军之力。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，所持天策剑在16口1品配件中排行第1，可将我所创4项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一人一剑，便是我严康国威。剑荡百魔！降百魔，鼓军心。大虚可破。
千里之外，好一个延康国师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有你的！来吧，来吧！我已经等不及看当世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。当世最强的剑是延康国师，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。他们如果交锋，会何等惊天动地！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的香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。捷报，国师英明，百魔图已破。太子少保，辛苦你赶来汇报战况。为延康，为国师效劳，乃下官本之己任。只恨下官被困大虚200载，尚无力参战。若国师亲自出剑，恐怕那大虚妖人连执笔的机会都没有。惭愧，我的剑法启蒙正是来自他的一幅画，画中人锐气勃发，像一口刚刚饮血的剑。我从中看到剑法的极致，苦研100年。仍不知是否达到了画中人的境界。画中人是谁？难道也藏在大虚中？若有机缘，自会相见。传我军令，乘胜追击，加急行军。命密水关都尉率30万密水军即刻出发，紧随先锋军，务必在天黑前进入大虚。副帅剑破妖法，先锋军行进顺利。城主，你说会抓住那做法的妖人，妖人何在？秦将军恕罪，我即刻加派人手，严密排查。国师已加派30万密水军，今晚必须一同入驻香龙城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变故。我香龙城上下必定全力配合。延康国师竟然又派出了30万大军，村长交代我潜伏秦飞跃身边，以获取延康情报，果然高明。延康大军恐怕会在黑暗降临前进城。百姓都安全了吗？我们怎么办？战！天黑之前，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！那是什么？黑暗将至。怎么还这么亮？天杀的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子住在大虚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。注意警戒，大虚神秘莫测，不知又施展了什么邪法。那是什么？船，传说是真的，果真有这艘船。萧息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也就是说，百姓都安全了。婆婆和虾爷爷呢？瞎子留在庙里以防万一。我们本想去接应四婆婆，却看见了这艘船。这艘船为何现在出现？真的是船！这不会是延康人造出来攻打大虚的吧？天色上将，少主威力太强，船队恐怕难以招架。一艘被巨人背着的船。
军速速避让！这艘船竟然在驱赶严康军队，保护大薛。几十万大军都无法撼动他分毫。太阳船，这一定就是太阳船。木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在真阳宫壁画上见过。相传太阳船长着24条腿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原来是由12名巨人扛着船体，拖着太阳跨山越海。太阳，那个大黑球就是太阳吗？它怎么是黑色的？难道熄灭了？哑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不是真正的太阳，而是黑暗降临前那个时代的生灵炼制的宝物。宝物？那它为什么熄灭了？这是鬼！人生的岩浆的鬼！快逃啊！这难道就是大虚中的古老怪物？青龙军，白虎军听令，攻击船体！朱雀军全体闪开！天策上将，玄武军听令，施法降雨灭火。天策上将，玄武水遁一靠近巨人就被全部蒸发，无法灭火。袁出云，集结全军，先行撤离。那是熄灭的太阳，我严康大军与这庞然大物碰撞，犹如螳臂当车。黑暗降临前的生灵创造的太阳船，的确非同凡响。如果这轮太阳重新点燃，将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！神的气息，这艘太阳船上竟然还有活着的天神。船上好像有人，一个好大的巨人。相传太阳船上住着一群放牧太阳的神族，他们叫牧日者。他们之中驾驭太阳船的神叫做太阳手。可大薛是神器之地，神抛弃了大薛，为什么太阳船和太阳手居然现在出现，保护大薛？神存在于世，神域对严康国的约束亦难以撼动。传令，退兵，50年内不再踏足大虚。国师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太阳船不可能永远保护大虚。天神会死，牧日者也早已没落。50年后，我严康国应该有一统大虚的伟力。现在不宜应朋友。
就是京城吗？没错，俗话说“九龙拱卫京城”，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。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，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。厉害呀，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。九龙拱卫京城，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。诗仙教说，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？虚伪，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。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？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。从前没有世子，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，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。宗派的绝学，就是绝天下人之学。直至变法开始，国师每灭一个宗派，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，传道济民，开创延康之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，至今屹立不倒。于是，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。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，延康人人比肩神奇，宗派将不复存在。从那时起，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，或极力弹劾，或暗中刺杀，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。然而延康这柄剑，是国师以武将血汗、文臣击鼓铸成，剑出无回。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。不错，江陵是国师的故乡。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，不只是向国师示威，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。一旦确认国师重伤，他们便会发起猛攻。啊！玉龙门胆大包天，等国师伤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？依我之见，国师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，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你的意思是？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，宗派攻城略地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？他若是没有受伤，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？他在大虚吃了败仗，又身受重伤，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。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？国师应该早有谋算，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，绝不会出手平乱。可是，会死这么多人，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。今后他出兵时，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？小虫儿说，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接了，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。国师，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？已经不用了。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，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，才反对我变法，陛下对此也有迟疑，因此我让你下毒，并非为了毒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，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。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，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。我大事已成，太后阻止不了我。国师想要哀家死，想了很久了。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，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。太后何不去告御状？你以为皇帝不知情？他见如今变法大成，哀家无力回天，
便让你来解毒，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？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。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，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。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？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？他很好。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？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太后有些想多了。小神医受累，回去歇息吧。你需小心，你解了小毒王的毒，他定然盯上你了。小毒王。你讲究大事，我却讲究恩怨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，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。我要出去转转。师弟来了，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？你要小心，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，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。太后聪慧，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，她在等你上钩，将你诛杀。是你让我下毒，为何他不杀你，反倒杀我？我何其无辜！你忘了吗？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，她是为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你师尊报仇。玉面毒王现居大虚，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，应当就是你的师弟。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？那也比你们天音阁、化圣阁强。正事不做，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。爸，世子居世子，神童居世子，皆被道子击败。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，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，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。都是你们这些武宣奸臣无能，教不出好世子。老东西，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，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。都消消气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。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？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，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。二皇子也输了。调息吧，短时间内没人敢再来了。师叔，太学院非常可怕，这些太学士子每一个都算同境界中1等1的强者，而这样的强者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。强盛如我道门，也只能倾力培养出个别如你一般出类拔萃的弟子。假以时日，这些太学士子成长起来，没有哪个教派能够与之抗衡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信念。启禀大祭酒，小半日过去，无人再上前挑战。看来太学士子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。不如尽快上报国师，让国师弟子前来，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。胡闹！是祭酒，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，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。打败了道子又如何？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道门必定造反。道门反叛，天下正道皆反。
是祭酒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。你要是把天落楼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，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。请国师来吧。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？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，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？3天，只有3天，老爷子，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，哼，你信吗？信。霸山，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，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。你见过我的伤口，现在将伤口弄出来。国师怀疑太学院里有反贼，何不多带一些高手，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。太学院这么大，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。不过这里是京城，谁敢在这里杀我？瞒过反贼耳目而已。你也随我同去，见见你那位师弟。200年前，延康国师横扫天下，可200年过去，无论是国师自己还是太学院，始终教不出第2个国师。便发自太学院而生，也将自太学院而衰。大祭酒盛情难却，我开坛讲剑，只讲2日，不谈其他。不是3日吗？堵门3日，现已过了半日。若是讲学也要3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国师，请。奇怪，国师面上有些潮红，比起病态，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。这么久了，伤还没有好吗？还是说他在装病？何谓剑？有人说剑有万千招式，也有人说剑只有14招。谬论也。剑若是被固定，那就不再是道。如果不止14招，那么天下所有剑法都将出现新的可能性，必须重写重造，否则就会破绽百出。难道延康国师？我在14招剑式的基础上，开辟出3招新剑式，创造大6合剑法。这2日，我便教你们这3招新的基础剑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。剑可以是生，可以是光，可以是元气，可以是眼神，可以长，可以短，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坚硬，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。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，便可以学习我的剑式了。第15式。
以往的剑士都是线形出击，少剑士却是面形，以天地四方为界，这就是大六合剑法。好奇妙的想法，难怪是神下第一人。诸位世子，你们可以元气化剑，施展一遍了。施展，我连看都没看清，更别提学会了。算了，先把国师的话记下来再说。放牛的，你学会了吗？他们的元气丝都很纤细，化成的剑气也细如发丝。可我的元气丝，不行，这样粗的剑气太不灵活了，不方便施展。或许我可以试着用绕剑式将我的元气丝分解。这小子鼓捣一根棒子做什么？七迷元气深厚，悟性却一般般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。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！他练成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就是我那位小师弟呀。炼气成丝是控剑术的基础，那混小子连元气丝都没有练成，是怎么进太学院的？啊！贿赂哪位考官进来了？霸山祭酒刚从前线归来，有所不知，他名叫秦牧，是个大虚器皿。他打赢凌云道人后，被陛下钦点为天子门生。凌云，你放水了！皇帝也受贿了，真是个大嘴巴。师尊也忒无能了些，竟然寻了个呆头鹅，一看就很好欺负。剑藏于气，剑气交绕，有点意思。现在，我来传授你们第16式——剑无常形，游剑式。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，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，因此。剑可以游，如蛇游，如鱼游，如龙游，如凤凰翱空，如天神倒空。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识？这样的思路，不只可以改变剑法，更能改变天下所有的作战方式。这就是祖师说的新时代吗？太学院，我真是来对了。丹阳子师说，山上讲学的人是延康国师吧？我只隐约听到他1、2句话，便大为受益。或许他治学变法，是真想推动神通道法发展。我们又何必堵门？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。延康国师天纵奇才，早年他向道主求学时。道主也期许他会成为500年一出的圣人，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，反倒作恶呢？作恶？他狼子野心，要灭天下宗派，这是其一；
其二便是，他竟然推行天魔教的教义，假圣人之名行魔道之事，实乃我正道大敌。正邪不两立，他与魔道为伍，越有才华，威胁越大。他开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确有益处，但也有弊端。你身为道子，自幼受道主教导，倾道门之力栽培，方有如今造诣。那些学院的奸臣，能有道主的本事吗？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吗？他们的士子大部分毕生庸庸碌碌，只知道学和用而已，无所作为。我与士子们交手时也发现了，看上去人人皆是高手，但招式却如出一辙，就像月饼一样，是一个模子烙出来的。神通道法是天才推动的，延康国师看似让更多人得到修炼的机会，实则断了天才之路。宗派有宗派存在的道理，他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我道门誓死与他为敌。第17式，剑无尽处，钻剑式。剑尖飞速旋转，单剑可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，多剑齐发，则无坚不摧。放牛的在梦游。沈师兄勤修苦练，值得学习。器皿连睡梦中也不忘修炼，值得我学习。我给这些士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可我见术者1、2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席，死则散席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你追随我，无非看着我老死。小道友啊，你自由了。老爷，我不追随你，能到哪里去？你本是自由身，何处去不得？道友这就离开了，不打算向皇帝请辞吗？不为皇帝而来，又何必为皇帝而去？你请我来的，而今你又送我离去，我很开心。道友已经可以直面生死了，心境要想达到你的高度，我还不知要修炼多少年。知道你要走，我心中突然便空了一大块。世间知我者，莫过于你。当年我要拜你为师，你为何不收？你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，也是我毕生都做不到的。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，也意识到你比我好，未来的成就比我高。我愧为你师，所以不能收你为徒。
但我最近还是有些迷茫。你说，我们走的路是正道吗？在所谓的正道眼中，我们走的路不是正道。我们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改革宗派，集诸多宗派所学传授士子，让黎民与宗派弟子等同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离经叛道，罪不容赦。但是在我们心中，这就是正道。你不要管他人怎么说，对的就是对的，不会因为小小的狂吠而变成错的。你要做的事太大，前路便是荆棘。我寿元将近，不能再帮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谢道友，这半生的扶持。既是同道而行，自然应当相互扶持。走吧，少教主该登基了。国师，没想到天圣教的圣教主是我太学院的第一个太学博士，真是一件趣事。国师此来不会只是为了说趣事的吧？你见到我，好像并不觉得奇怪。天圣教有教无类，教中各种势力都有。国师能在高层中安插几人，也是理所当然。那你为何没有丝毫惊慌？不怕我是来杀你的？国师若要杀我，惊慌也是无用。不杀我，天圣教不反；杀我，天圣教必反。我的命还没有天圣教那么贵重，国师不至于杀我，所以我也无需惊慌。有智慧很好，但太自以为是，可能会猜错。你说天圣教不反，理由是？理念相同，无需造反。听闻你成为教主后第一件事，便是设立第361堂学堂。我在效仿国师，改革天圣教。天圣教本就是披着宗派之名的国家，你再效仿我，岂不是要变成我严康的国中之国？太平时期你们不造反作乱，但若天下大乱，你们何不会趁机而起，占据正统？现在的严康国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天圣教，我们为何要反自己？那么，你们何时会反？国师背叛了天圣教的理念，不再执行圣人之道，严封地失德，奴役大虚子民，我天圣教必反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说假话也瞒不过国师。你来自大虚，在天圣教中没有任何根基。我原本想掌控你，让你借我的力量在天圣教中站稳。现在我没有了这个想法。你这种人非常危险，拥有理念的人往往都很难被说服。而说服一个人是最吃力的，还不如杀了简单；说服一个教派还不如灭门简单。好在，天圣教的理念与严康国并不冲突。国师暂时不会动天圣教，那么道门和大雷音宗呢？倘若他们贯彻他们的理念，我会尽一切力量和手段除掉他们。倘若他们按我的理念来，存活下来也不难。国师的理念又是什么？知行合一，不要看我说什么，看我做什么。这次严康国内乱，我天圣教可以支持国师，
但平息叛乱后，国师会否清洗我教，过河拆桥？不会。我需要鞭策，留下天圣教，便是留下一柄悬在我头上的剑。我太强大了，若是犯错，谁能奈何得了我？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我道心迷失时杀掉我的势力。倘若我违背了你们的理念，我等你来杀我。新的天魔教教主竟然是他！他是个不错的苗子，只是与我很像，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。我讨厌照镜子，镜子中的自己始终不如理念中的自己完美。既如此，国师何不除掉他？以人为镜，可以见己；剑悬于顶，方能自省。国师如此豪情，必须要成全他，做一柄悬顶之剑。